智慧是适应变化的能力。知识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，而是知识的幻觉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那就是全面了解宇宙，了解它为何是现在这样，以及它为何存在。如果生活没有笑声，那将是悲惨的。记得抬头望向星空，而不是低头看脚下。过去和未来一样，都是不确定的，只存在于一系列的可能性之中。安静的人有最响亮的思想。无论生活看起来多么困难，总有些事是你可以做并且做成功的。那些吹嘘自己智商的人都是失败者。黑洞并不像他们被描绘的那么黑，他们不是曾经认为的永恒囚牢。物质可以从黑洞中逃出，无论是到外部世界，还是可能到另一个宇宙。我注意到，即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预定的，我们无法改变什么的人，在过马路之前也会看一看。如果你遇到了困难，生气是没有用的。我的做法是继续思考问题，但同时做些其他事情。科学不仅是理性的学徒，也是浪漫与激情的追随者。当我21岁时，我的期望值降到了0，从那以后的一切都是额外的奖励。宇宙不允许完美存在，人类的努力不应有界限，我们都是不同的。无论生活看起来有多糟，总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做，并且做成功。只要还有生命，就有希望。上帝不只掷骰子，而且他有时候会把骰子丢到看不见的地方。我认为大脑就像一台电脑，当它的组件出现故障时，就会停止工作。对于已经损坏的电脑来说，没有天堂或来世，那只是害怕黑暗的人们的童话故事。抬头看看星星，而不是低头看脚下。试着理解你所看到的，并对造就宇宙存在的原因感到好奇。保持好奇心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一切都很重要。成功创造人工智慧将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事件。不幸的是，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，除非我们学会如何规避风险。现实中并不存在唯一的途径。我们现在都被网络连接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巨大大脑中的神经元。工作赋予你意义和目标，没有工作的生活是空虚的。我们正面临着因贪婪和愚蠢而毁灭自己的危险。在这个日益污染、过度拥挤的狭小星球上，我们不能再只顾自己。如果宇宙大爆炸后1秒钟的膨胀率小于11/1，那么宇宙在达到现在的大小之前就会重新崩塌。反之，如果膨胀率大了100,000,000,000,1，宇宙就会膨胀太快，无法形成恒星和行星。女人，她们完全是个谜。当一个人的期望值降为0时，他就会真正感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透过基因工程，我们将能够提高 DNA 的复杂性，改善人类，但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因为人们需要等待大约18年才能看到改变遗传密码的效果。如果没有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，我就不会拥有今天。我接受了大量高品质的治疗，如果没有这些治疗，我根本活不下去。地球上的生命面临越来越大的被灾难毁灭的风险，例如突如其来的全球核战、基因工程病毒或其他我们尚未想到的危险。时空旅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，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，我们有可能扭曲时空，让你乘坐火箭出发，然后在出发前返回。
我们只是一颗普通恒星上一颗小行星上的高级猴子，但我们能够理解宇宙，这让我们变得非常特别。因为存在万有引力这样的定律，宇宙可以，而且将会从无到有。如果你总是生气或抱怨，别人就没有时间陪你。我注意到，即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我们无力改变的人，在过马路之前也会看一看。我相信外星生命在宇宙中很常见，不过智慧生命就没那么常见了。有人说，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智慧生命。当科学对现象做出简单的解释，或将不同的观察结果联系起来时，它就是美丽的。例如，生物学中的双螺旋和物理学中的基本方程式。我只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，我仍然不停地问这些怎么会和为什么的问题，偶尔我也会找到答案。我希望核聚变成为一种实用的能源，它将提供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源，而且不会造成污染或全球暖化。我相信事物不会让自己变得不可能。我不怕死，但也不急着死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先做。我对其他残疾人的建议是，集中精力做那些你的残疾不会妨碍你做好的事情，不要为残疾妨碍你做好的事情感到遗憾，不要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成为残疾人。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，我们都与众不同，没有标准的人，也没有普通的人，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人性精神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那就是彻底了解宇宙，了解它为何如此，为何存在。可能有影子星系、影子恒星，甚至影子人。科学家已成为我们寻求知识过程中发现之火炬的承载者。虚拟时间是一个新的维度，与普通的实际时间成直角。我认为大脑本质上就是一台电脑，意识就像电脑程式。当电脑关闭时，它就会停止运作。理论上，它可以在神经网络上重新创建，但这将非常困难，因为这需要一个人的所有记忆。我们无法提前几天预测天气。大多数的价值观将会创造出宇宙，尽管这些宇宙可能非常美丽，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对那美丽感到惊叹。我们只要看看自己，就会知道智慧生命是如何发展成我们不想见到的东西的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